玉衡，我们接下来的项目安排还要拖到什么时候？再暂缓一阵子。至于现在怀着身孕，很多事暂时不适合处理。沈玉衡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之余，你怎么不提前打招呼就过来？我们只是讨论工作。讨论工作需要靠得这么近？你怀着孕别胡思乱想，不要跑到公司无理取闹，让人看笑话。温之羽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亲眼看见的，他靠在你怀里，你摸他头发。沈太太，真的是误会，我眼睛进了沙子，沈总只是帮我吹一下。眼睛进沙子需要靠在怀里，低头暧昧对视。够了！白若曦跟着我辛苦打拼3年，陪我熬夜应酬，你只会在家胡思乱想。我在家养胎是为了谁的孩子？是你的龙凤胎，沈玉衡。所以呢，怀孕了不起，女人本分而已，别拿孩子绑架我。沈总，您别生气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以后离你远一点就好了。你立刻回家，别在公司丢人现眼，再闹我真的生气了。好，我走。但沈一恒，你记住今天你说的每一句话。玉衡，他好像真的生气了。气一会儿就好了，孕妇都矫情，不用管她。我拼尽全力守护的家，原来早就烂了。哟，这不是温大小姐吗？肚子都这么大了，还敢一个人出来晃悠，与你无关，请你让开。怎么，怕我碰着你？放心，我可不想沾一身晦气。沈总，别怪太太，是我不该多嘴，惹太太不开心了。温之羽，你够了！你孕期情绪不稳定，凭什么在这里为难我的员工？我终于明白了，你从来不信我，只信你愿意信的人。好，很好。你这胎要是没了，说不定沈总反而更轻松。你敢再说一次？哎呀，我只是好心提醒你，孕期情绪别激动。沈总，别怪太太，是我不该多嘴，惹太太不开心了。温之羽，你够了！你孕期情绪不稳张，凭什么欺负我的员工？我欺负他？沈玉衡，你眼睛是瞎的吗？我只看到你无理取闹、咄咄逼人。若曦善良懂事，你连她半分都比不上。好，很好。今天又去公司闹了。玉衡刚刚给我打电话，说你当众给他难堪。妈，我看到他和秘书在一起暧昧不清。胡闹！
男人事业期，身边有助理怎么啦？不过就是工作亲近一点。你一个怀孕的媳妇儿，怎么心眼这么小？妈，不是亲近，是越界。他们拥抱、暧昧对话，根本不是工作关系。够了！日恒现在事业正处于上升期，你天天胡思乱想，拖他后腿。我们沈家娶你回来，是让你安稳顾家、传宗接代的，不是让你天天猜忌吵架的。你怀着双胞胎就了不起，我告诉你，女人最重要的是懂事、识大体。你再这么闹，影响志宏前途，我第一个不饶你。那如果他真的出轨了呢？不过是下属走得近了些，你非要揪着不放，小题大造。一恒在外打拼辛苦，你就不能安分懂事一点？你又跟我妈胡说八道什么？玉恒，你看看你媳妇儿，天天疑神疑鬼，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，简直不可理喻。我最后说一次，别再去找若曦对峙，别无事生非。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安分养胎，别把家闹成战场。所以，在你眼里，只要我安分养胎，就该连一句质问都不能有，对吗？好，我明白了。沈玉恒，证据就在这里，你还要继续骗我吗？拍这些东西有意思吗？非要揪着一件小事不放？小事？别的女人靠在你怀里，这叫小事？我怀着你的孩子，每天在家忐忑不安，你在外和别人暧昧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？好，那我实话跟你说，这段婚姻我早就觉得乏味了，每天回来就是柴米油盐，永远都是重复的话题。若曦不一样，她懂我的野心，能跟上我的节奏。乏味？当初求婚的时候，你说想和我安稳过完一生。人是会变的，如今我事业越做越大，眼界不一样了。所以你就选择背叛我？谈不上背叛，只是各取所需。只要你安安静静把孩子生下来，维持好沈家太太的身份，我不会亏待你。所以你打算一边维持婚姻，一边和白若曦纠缠不清？暂时只能这样。孩子马上就要出生，现在不能闹出丑闻影响公司。沈一恒，你太自私了。早点休息吧，别再胡思乱想，安分一点，大家都省心。至于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这张支票里面的钱足够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，签离婚协议，打掉肚子里的孩子，安安静静离开沈家。打掉孩子，这是沈家的血脉，您怎么说的如此轻易？血脉又如何？如今你和一恒矛盾不断，继续纠缠只会耽误一恒发展。只要你愿意放手，这笔钱全数归你，你拿着钱去哪里都能过得舒服。我腹中是龙凤胎，我不可能打掉他们。你别不识抬举，只要你一天不签字，你留在沈家，大家都不好过。若是闹到媒体面前，外人只会说你善妒难缠，到时候难堪的是你。当初是沈家求我进门，现在仅仅因为一恒变心，就要逼我舍弃孩子离开？婚姻讲究审时度势，志恒如今前途无量，不能被你拖累。白若曦懂事得体，比你更适合站在他身边。所以，你们早就想好，要让白若曦取代我。聪明人就拿上钱体面推场，
别等到最后1分钱都拿不到。钱我不要，孩子我更不会打掉。想要离婚，我可以同意，但是休想伤害我的孩子。你真是油盐不进，我劝你好好想清楚。单凭你一个女人，怀着2个孩子，离开沈家根本难以立足。能不能立足是我的事情，但谁也不能逼迫我放弃自己的孩子。玉衡，你媳妇儿软硬不吃，看来只能你亲自出面施压了。你又跟我妈闹什么？为什么死活不肯签离婚协议，不肯听话？离婚可以，但打掉孩子绝不可能。你留着孩子想干什么？想用2个孩子绑住我一辈子？温之许，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？我自私，我怀胎10月承受孕肚负重疼痛的是我拼死生养孩子，最后成了我自私。沈一恒，你的良心呢？现在公司关键期，不能有任何丑闻。你带着孩子留在沈家，天天闹事制造矛盾，影响我事业。要么拿钱打胎体面走，要么我让你1分好处都拿不到。所以在你眼里，我的身体、我的孩子、我的委屈，都不如你的事业，对吗？是，你懂事，大家都好过；你不懂事，那我们就彻底撕破脸。知雨，我最后劝你一次，女人带着2个孩子单亲过日子有多难你自己清楚。打掉孩子拿笔钱，你还能重新嫁人，非要执着，最后只会人财两空。我的孩子，我拼死也要护着。沈家容不下我，我走就是。但谁都别想动我的孩子分毫。好，既然你执意不听劝，那你以后的死活跟我跟沈家毫无关系。宝宝别怕，妈妈就算一无所有，也一定会带你们平安离开这里。既然你不肯打胎，也不肯安分，那就签字离婚。你打算彻底抛弃你的2个孩子？现在孩子没出生，一切都好解决。你带着孩子，以后别再来纠缠我，纠缠沈家。我可以给你一笔安置费，仅此而已。安置费？打发乞丐吗？沈玉衡，这是你的亲生骨数。我不需要。我未来的妻子，未来的家庭，不能带着你的累赘。所以你从一开始就打算等我生完孩子就一脚踹开我？还是说你早就盼着我主动消失，好让白若琪上位？是，若曦陪我打拼，值得我给她一个光明正大的未来。你不合适了。好，我签。你想清楚，签了字，从此再无瓜葛。早就想清楚了。从你们逼我打胎、逼我退让的那一刻，我就不爱你了。沈一恒，你记住，今日你弃我母子3人于绝境，他日我携儿女归来，你就算跪地求饶，我也绝不回头。从此前路漫漫，
我只为我的孩子而活。帮我预留一套公寓，安排好待产医院，机票麻烦帮我锁定最近班次，我这边随时动身。宝宝再等等，妈妈很快带你们逃离这里。一恒，听说你和温姐谈好了？签了。他答应离婚。那她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她一个人会不会太可怜了？他自己固执不肯打，是他的选择。离开沈家，撑不下去自然会回头求我。不用管他。你也别太冷漠啦，毕竟夫妻一场。不过也好，以后终于没人误会我们了。以后不会再有人碍事了。你弃我如蔽日，来日我涅槃重生，你便高攀不起。孩子们，妈妈带你们重活一次。沈玉恒，沈家，今日我净身出户，连夜离开，从今往后我们两清。夫人，少奶奶不见了，行李也少了一部分，跑了。我就知道她早晚熬不住，怀着2个大肚子，身无分文，她能跑去哪里？不出3天，必然哭着回来求我们。玉恒，你媳妇儿跑了，跑就跑了，闹够了自然会回来。她一个孕妇，在外根本活不下去，不用管她。就是矫情，让她在外吃几天苦，以后就老实懂事了。这座城市伤我入骨，从此再无温之余，只余护子重生。再见了，我的过去，从此只为孩子而活。夫人，少奶奶手机一直关机，会不会真的出事了？她还怀着孕。出事儿？她精得很，故意关机冷战，就是想拿捏我们，等我们低头找她。我偏不惯她这毛病。沈总，太太手机全天关机，定位也查不到了。随她。闹脾气离家出走的女人，越找她越得意。等她身上钱花光，肚子越来越大，撑不住，自然会主动回来求饶。可是沈总，她怀着双胞胎。够了。她成年人，自己会对自己负责，不用再提她，影响我工作。你们不找，
不念不牵挂，真好。这样我回头的时候就没有半点心软的理由。有点难，但是妈妈不能倒下。沈玉衡，你看，这就是你弃掉的妻子，拼死为你怀孩子的我。哭没用，我要活着，我要保住2个孩子。我熬过无人问津的孕期，熬过生死一线的生产，熬过所有孤苦无临的黑夜。往后余生，风雨我自己扛，荣光我自己挣。宝贝们，再坚持下，妈妈会给你们最好的未来。再难也要撑住，我的2个宝宝一定要平平安安。And so the tree cried his proverb. 我求求你，一定要保住我的孩子，我什么苦都能吃。It's made under Susems. You've match yours and made yours. A medi what is a madi kofer, retain shumi gold. 是妈妈没用，让你们跟着受苦了。但妈妈拼尽全力，也绝不会让你们有事。沈家弃我于泥泞，那我便在泥泞里，亲手给自己和孩子杀出一条生路。The overall style is very impressive. Please optimize the details again. I need the final version for delivery tomorrow morning. 好的，今晚我调整完毕，准时发给您。再坚持阵子，等攒够钱，你们就能平安出生了。宝宝，你看，妈妈可以养活我们了，我们不用依靠任何人。从前我寄人篱下，为爱卑微妥协，如今孤身一人，无牵无挂，唯有我的孩子是我所有的软肋，也是我全部的铠甲。玉衡，听说乌温杰走了快1个月了，真的再也不回来了吗？走了就走了，没人碍事，清静多了。走了也好，那个女人心眼小，不懂事，根本配不上我们一衡。还是若曦你乖巧大方，温柔懂事。
阿姨说笑了，我只是真心想陪着玉衡而已。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。真的可以吗？我怕别人说闲话，说我顶替了温姐。他自己不知好歹离家出走，是他自己放弃一切，跟你无关。以后不许再提他。那女人估计在外边早就撑不下去，说不定早就自己打掉孩子跑路了，这辈子都不敢再出现在我们面前。你们安乐逍遥，我风雨独行。5年之后，我们高下立见。不要有事，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！妈妈还没有保护够你们，好痛，宝宝！在早餐体里头只第二部分立刻被手术。我不能死，我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，我要活着回去。双胞胎早产，母体状态很差，全力保障母婴安全。女士，恭喜你，龙凤胎，2个宝宝都平安。太好了，你们平安来到这个世界了，以后妈妈不再孤单，你们也不会再任人欺负。从今天起，我们相依为命。沈日恒，你主动放弃了做父亲的权利，5年之后再见，你只会看见我独自养大的孩子，优秀耀眼。你家人呢？怎么全程只有你一个人？我就是我家人，我和我的孩子就够了。妈妈不累，宝宝别怕，我们好好长大。对不起，宝贝，妈妈现在只能给你们这么简陋的一切，
但妈妈发誓，以后一定拼尽全力，给你们最好的人生。温总，国际顶级奢牌年度合作方案，对方全权授权我们团队负责，按流程推进，下周启动。妈妈，今天工作辛苦吗？妈妈，抱抱。不辛苦，看到你们，妈妈就一点都不累了。妈妈，别人都有爸爸，我们为什么没有呀？因为爸爸妈不合适，但妈妈会拼尽全力给你们全世界最好的爱。没关系，我保护妈妈和妹妹。沈玉衡，你风光大婚之日，便是我携儿女归来之时。5年不近女色，怕是早就夜夜笙歌，风光无限。委屈你等了我5年，这场婚礼，我给你全程最盛大的体面。若曦啊，这次婚礼排场足够大，婚后你就是名正言顺的沈太太，再也没人敢闲话。说起来，那个温之瑜消失5年，半点消息都没有，估计早就死在外边了。也好，省得回来碍眼。不必再提无关紧要的人。明天开始，我的人生只有若曦。妈妈，你不开心吗？没有，妈妈只是突然想回家了。我们要回国玩吗？太好啦！你们踩着我的血泪，塑造完美爱情。明天我亲自回去，撕碎你们所有的虚伪风光。温总，海外所有项目已全部交接完毕，国内分公司团队已整装待命，随时可以启动。保留所有海外产业，冻结闲置项目。接下来，我的主战场，国内。回国机票、住宿、安保全部安排妥当。明天正是沈总婚礼大典。很好，5年缺席，这么盛大的场面，我理应到场。妈妈，我们回国是去办大事的，对不对？我会保护好你和妹妹。瑶瑶也很乖乖，不会给妈妈添麻烦。对，我们回家，去拿回属于我们的一切。沈一恒、赵曼云、白若曦，5年前你们弃我如敝履，5年后我携荣光儿女归来，你们的婚礼盛宴将是你们噩梦的开端。沈总对白小姐是真深情，苦等5年，终于修成正果。这排场，这颜值，这强强联合，简直是天造地设。
恭喜沈总、白小姐5年相守，终得圆满。看吧，这次才是配得上我们沈家的儿媳妇。那个以前的小家子气，不识大体，根本上不了台面。玉衡，我好像做梦一样。5年前我只能默默陪在你身边，今天我终于光明正大站在你身边了。委屈你了。从今往后，无人再能替代你。现在，请新人交换一生挚爱戒指。是他，他竟然回来了！沈总，大婚大喜，不请自来。我带着你的1双儿女回来恭喜你了。5年前，你弃我母子绝境求生；5年后，我携荣光归来。沈一恒，这场婚礼该结束了。你胡说八道！这2个孩子跟我们沈家没有半点关系。温之瑜，你故意回来捣乱婚礼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没关系。5年前，我身怀龙凤双胎，你们沈家逼我打胎，逼我净身出户，逼我连夜亡命异国。你说我怀的是累赘，是阻碍你儿子前途的污点。你笃定我身无分文，走投无路，必死在外。你亲手签离婚协议，弃我母子生死不顾。你说不需要我，更不需要我的累赘孩子。可惜我命硬，我九死一生生下孩子，孤身5年养大沈家血脉。你们逍遥度日，洗白身迎娶小三，踩着我和孩子的血泪，做了5年深情大佬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志恒不知道，是你自己走的，是你自愿消失的。自愿？我身怀双胎，雨夜破水，独自爬去急救。我生死难产，无人签字，无人陪护。这5年，你躺在我的婚姻里，享受我的一切，你凭什么在这里装无辜？就算是又怎么样？你消失5年，杳无音信，谁知道你活着？你现在回来，就是故意毁我儿子婚礼。我毁婚礼，是你们沈家绝情在先，薄情在先，作恶在先。今日我归来，不为复婚，不为求怜，只为告诉你们，你们丢掉的是你们这辈子再也高攀不起的荣光。玉衡，你去哪儿？你去哪儿？婚礼还没结束。知雨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你真的会独自生下来，还独自养大。
别碰我和妹妹，我们没有爸爸。知雨，我错了，过去是我混蛋，是我瞎了眼，我们复合不好，我补偿你，补偿孩子，我用余生弥补你们。复婚？你凭什么？我雨夜破水独自爬去医院的时候，你在陪白若曦；我九死一生难产鬼门关走一刀时候，你和你妈笃定我在外惨死；我月子无人照独自带娃熬过无数黑夜的时候，你在给白若曦制造深情人设，筹备盛大婚礼。你享福5年，风流5年，绝情5年。如今见我功成名就，孩子乖巧优秀，一句轻飘飘的我错了，就想一笔勾销，你会不会太天真？知雨，过去是阿姨不对，孩子是沈家血脉，理应留在沈家。你回来，沈家太太位置永远是你的。不必了。5年前你们弃我如草枝，5年后你们高攀不起。宝贝们，我们走，这里的肮脏人和事，不配脏了我们的眼。沈玉恒，你站住！我陪了你整整5年，我为你打理公司，陪你熬夜，为你受尽流言蜚语，你转头就对着抛弃你的前妻愧疚后悔。那5年前是谁夜夜陪在你身边？是谁在你身边讨好你妈，哄你开心？温之宇消失5年，他凭什么一回来就抢走一切？够了，别闹了。这么媒体看着，你们从来都只看结果。当初是你们默许我留在他身边，是你们嫌弃温之瑜碍事逼他走，现在出了事，想把所有错推到我身上。是你们母子绝情寡义，逼原配打胎，逼原配净身出户。我不过是顺势而为，凭什么最后所有人都骂我是小三？婚礼取消。你说什么？我沈玉恒今日取消婚礼，你我之间到此为止。沈总，不好了，全网彻底炸了！婚礼现场视频、亲子鉴定、当年旧事全部冲上热搜榜首。沈总，一夜之间股价蒸发数十亿，合作方纷纷暂停签约，投资方撤资，口碑彻底崩盘。都是温之宇，是她故意回来报复，她就是个睚眦必报的女人，毁了我们沈家。闭嘴！是我们自己毁了自己。我当初到底做多么混账的事？妈妈，坏人得到惩罚了吗？做错事的人终会付出代价，但妈妈从不是为了报复他们，只是为了带着我的宝贝们好好生活。麻烦通融，我只是想和我的孩子，和他说几句话。
这是张海巨人，哈哈哈，他翻了，这是在分析上了。妈妈，那个叔叔又在门口。知雨，沈总，有事？我知道我以前罪该万死，我不求你原谅我，只求你给我一个弥补孩子的机会，让我见见孩子，陪陪他们，让我做几年父亲，弥补我错过的5年，好不好？不必了。我孩子5年缺衣少食，缺人守护，受尽风雨的时候，你在陪着别人风花雪月，盛大求婚，筹备婚礼。现在我孩子衣食无忧，前程坦荡，应有尽有，不需要你迟来的弥补。沈玉恒，你错过了孩子的第一次啼哭，第一次开口，第一次走路。你缺席的是一辈子，不是几年。我知道晚了，但我真的后悔了。知雨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用余生赎罪。妈妈，他是谁呀？无关紧要的陌生人。知雨，阿姨来看你和孩子了。赵女士有事，直说就好。以前是阿姨不对，是阿姨目光短浅，刻薄待你，是阿姨对不起你，对不起2个乖孙宝。孩子是沈家的根，不能没有爷爷奶奶。知雨，你带着孩子回沈家好不好？以前所有矛盾，阿姨全部给你道歉，以后我把你当亲女儿疼。当亲女儿疼。我当年怀着双胞胎，孕吐难忍，卧床不起时，你说我矫情做作，好吃懒做，逼着我做家务，伺候你们母子。我被你们逼迫离婚，连夜跑路，身无分文时，你拍手叫好，说我终于滚出沈家，碍眼东西消失。我一国奴产，九死一生，独自坐月子时，你在家庆祝，说我大概死在外边，再也不会碍事。最难熬的5年我已经熬完了，我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你没给我半分善意。如今我功成名就，锦衣玉食，你一句轻飘的道歉就想让孩子认祖归宗，让我既往不咎。赵曼云，你的算盘打得太响了。知雨，阿姨真的知道错了，沈家现在岌岌可危，就当可怜可怜志恒，可怜可怜我们。可怜？当年你们可曾可怜过孤身待产的我？可曾可怜过未出世无人庇护的孩子？路是你们自己选的，苦是你们自己找的，今日的落魄潦倒，全是你们当年作恶的报应。我和妹妹只有妈妈，没有爷爷奶奶，也不需要。请回吧，往后我们母子的人生与沈家再无瓜葛。我明明快成功了，沈太太的位置本来是我的，温之意凭什么回来？凭什么？这不是那个插足别人婚姻的白若曦吗？
太不要脸了，逼原配孕期净身出户，机关算尽，最后一场空，真是活该。我没错，我哪里错了？是他们沈家默许我，是温之宇命好。不公平，太不公平，我不甘心。沈总，当初我们愿意跟着你投资，是看中你的口碑。如今抛妻弃子丑闻传遍全网，公司商誉彻底被毁，我们要求重新选举负责人。很多项目停滞，银行已经收紧贷款，再没有对策，沈氏撑不过3个月。我会尝试联系，希望他能出面。沈总，法律层面，您需要支付2个孩子足额抚养费。如果温之若提起诉讼，当年逼迫原配净身出户，婚内冷暴力相关舆论会持续重创集团。温总，沈日恒委托律师发来函件，希望争取定期探视孩子。探视可以，但是一切需要按照我的规则来，不能随意打扰孩子生活，不能私自带孩子外出，每次探视必须提前1周报备。你不要试图讨好我们。妈妈说，过去的事情不能轻易原谅。恒恒，瑶瑶，我知道我错过了你们5年，以后我想经常来看你们，弥补曾经的亏欠。当年你为什么不要我和哥哥，不要妈妈？下周我还能来看你们吗？遵守约定时间，不要超出界限。你帮我盯着温之许和2个孩子，摸清他的行程、学校、日常活动。我想多接触2个孙子，慢慢感化他们，劝说温之宇把孩子送回沈家。温总，跟踪人员是赵曼云雇佣的，保留全部证据。下次再出现跟踪骚扰，直接报警处理。管好你的母亲，如果继续派人跟踪骚扰我和孩子，我会直接提交证据起诉。对不起，我完全不知情，我会立刻和他沟通制止。妈，你为什么非要找人跟踪他们？你还想把事情闹到什么地步？是你我现在承受的教训还不够吗？我只是想多看看我的孙儿，那是沈家的根。温之于一个女人带着2个孩子多辛苦，带回沈家才是正道。
是我们亲手推开他们。我们没有资格强行要求任何东西。白小姐说，她手里有当年不少旧事证据，可以帮你挖掘当年温之离开的内情。不必了，我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牵扯。温之宇，你赢了，所有人都偏向你。可是你真的以为沈一恒是真心愧疚吗？他只是想要孩子。他想要是他的事，影响不了我的生活。你如果继续骚扰，我会报警。多次骚扰他人，已经涉嫌违法。再有下次，直接依法拘留。我知道你是我们的爸爸，但是妈妈才是养育我们的人。我们不会搬去和你一起生活。我明白，我不奢求别的，只希望以后我可以一直看着你们长大。是的，孩子的世界没有爸爸，我被彻底除名，没有争吵，没有怨恨，只是简简单单的不存在。我的乖孙乖孙女儿，奶奶好想你们。这些都是专门给你们买的礼物，喜欢就收下，以后多跟奶奶亲近好不好？瑶瑶不能要，妈妈说过，我们不能随便收别人的东西，更不能私下和陌生人接触。赵曼云，我已经一再忍让，你骚扰我、跟踪我可以不计较，但你不该，也绝对不能私下靠近我的孩子。我是他们的奶奶，我看看我的孙儿孙女怎么了？我给我亲孙子买礼物也有错？从今天起，你永久禁止靠近接触我的2个孩子，再有一次，我直接走法律程序追究到底。温总，你的作品和格局，放眼国际也是顶尖水平。所有底气都是一步步挣来的。多宝贝。
一路平安。谢谢。您乘坐的 R4航班现在开始登机。妈妈，我们以后每年都来海边好不好？好，只要你们喜欢。我会持续履行父亲责任，按时支付抚养费，遵守探视约定，但永远不会闯入他们安稳平静的生活。